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柏林天爱气功学院的天鹰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有关于对气功的介绍。我本人呢修炼气功30多年，有20多年的培训教学的经验。那么现在柏林天爱气功学院呢，在欧洲有20多年的历史。最近2年呢，我们开始在亚洲传播，也是促成我今天给大家做这个一系列关于气功的介绍的一个起因。那么在这个介绍之前呢，我想先介绍一下我本人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，一点点的一个心路历程哈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背景。那么我在16岁的时候呢，就是突然之间患了一场大病。那场大病呢，持续了10年，个求医无效哈，中医、西医、民间的偏方，一直做各种治疗，但后来呢，我的身体状况却是越来越差。当时治疗了几年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了这种治疗带来的那种伤害性很大，我就开始修炼气功常做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到了10年之后，在某一天，我的整个状况就发生了180度的改变。在此之前，我是全身没有一天是不痛的，而且严重的失眠。后来有一天呢，我就突然之间呢，参加了一个气功报告会，然后我就辟谷了。那个辟谷以后，就把我全身的病痛就似乎在一两天之内，把这个重担全部就放下来了。而且呢，通过一段时间辟谷以后呢，我又开发出了一些人体潜能。那么当时我也不懂这个是潜能还是什么东西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开天眼啊、神主通啊等等。然后呢，让我不仅身体康复了，而且我对整个生命的认知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我突然之间发现，这个生命包括这个宇宙不是我们原来从教科书学习到的，所以就开始了我对生命对探索。然后呢，我后来就把我原来的一个注册审计师的工作呢就辞掉了，我就开始一方面呢利用这个气功去帮助其他需要康复的人因为自己10年就是求医无效，那种痛苦对病人的那种痛苦自己深深有体会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，我希望我能够通过服务来呢帮我自己去了悟什么是生命。所以从此呢，我就走上了20多年到现在一直从中国然后到欧洲，然后呢我又把这个功法呢带到了很多地方很多国家。那么今天呢，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为大家提供这么一个介绍。那么因为气功是华夏文化当中的一个瑰宝，它至少有7000年的历史。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科学研究会的李之囊秘书长，他就提出来，他说气功呢来源于7000年前的喜马拉雅山。当时有一个叫西瓦的人在山上修炼，那么这个方法呢北传西藏，与本教合一，又内传到大陆内地。那么当时人呢称它为气功。那么这套方法呢南传到印度，印度人称它为瑜伽。这是李之囊老师呢他当时提出来的一个见解。那么在我们呢大家都熟悉的那个《黄帝内经》，黄帝内经很早就提出来，我们当时在远古时期有真人，中古时期有智人，又有圣人、贤人，还有人。古时候的人呢，将行气、步气、服气、导演、修道、炼丹、坐禅统称为一个气功。那么《黄帝内经》呢，更明确地提出来，就是体显天地，把握阴阳，呼吸精气，精神内守，肌肉合一，精神不散的修炼方法，统称为气功。那么实际上，像我们古代的一些神医，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李时珍等等，他们都是古代的医家，也是大气功家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翻看一些书籍或者网络呢，如果我们查询什么是气功，
他通常会讲，通过呼吸、意念、姿势的改变来达到一个去变健身、益寿延年、开发潜能的目的，称为气功。这个概念的提出来是在1950年，一位叫刘桂珍的人，他在当时呢患了严重的肺病，这个在当时是不治之症。那么他呢通过翻几那些古书，就按照书本去学习呢，结果把自己的病呢就练好了。那么后来呢，他自己就写了一本书，给气功呢就下了这个概念。那么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某一些人呢，他对这个概念呢提出了疑问，认为这个概念呢它不够完整。1979年呢，在中国四川有一位叫唐瑜的小朋友呢，突然间发现他能够耳朵认字。那时候刚刚经历文革后不久呢，有中国一些科学家对这个现象产生了很大的兴趣，纷纷去考察这是不是真实的。那么后来就研发了，中国有几百位的科学家，还有一些大专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院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进行了研究。这个现象呢，引起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钱学森教授的高度重视。那么他呢，也亲自介入了这个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。他后来将气功特异功能、中医合并在一起，称为人天科学。后来因为左倾思潮的影响，才不得不改成人体科学。钱教授认为，人体是一个开放的、复杂的、巨大的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又每时每刻都在与周围的环境和宇宙产生影响。人呢是有意识的，这个意识又会反作用于人。这个巨大系统的一个特征就是一个整体的功能态。人的这个功能态它不是固定的，是亚稳的，会从一个功能态转变到另一个功能态。那么中医的治疗呢，就是将人从不正常的功能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态。练习气功呢，也是可以同样的将不正常的功能态调整到正常功能态，而且还能够进入超常功能态。中国的很多科学家的气功实验证明呢，人体有很多的超常的功能态。那么人的与周围的环境的一种沟通呢，往往是通过3个方面来实现的。第一是通过物质，比如说我们通过药物、饮食和呼吸来调整我们的功能态。第二是通过信息，比如说音乐，古人就讲音乐是药。还有通过气功师发的外气，或者是一种能量波，像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些钵敲打来发出的这种震动，这种能量场，这种磁场，也有一种疗效的。那么第3种呢，就是一种意识。人是有意识的，意识又会反作用于人，而且意识是人体的一种最高的运动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气功有什么样的意义。上古的真人掌握了自然界无穷的奥秘和阴阳变化的规律，他们恬淡虚无，精神内守，与天地同在。智人的心与宇宙合一，遵从宇宙变化的法则，神游于万物的根源，时刻处于专一、自然、恬淡、虚无的境界。可见古人修炼气功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。最近几十年以来，气功呢在民间迅速的普及，一方面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，另一方面呢，仅有少数的修炼者能够达到比较高的境界。我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借助于气功这个宇宙的能量，获得身心灵的提升。原中国科学院胡海昌院士就指出，如果把气功看成是祛病健身，那就太低估了气功的价值了。气功是帮助人类进化的一个工具。
2009年的时候，我在修行当中，突然间感悟到宇宙当中有一种神奇的无条件的爱的能量。那么后来又经过10多年的研习，不断的实践，在2017年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宫派的名字改为天爱气功。那么为什么会是爱呢？爱可以说宇宙万物创造的基础，是在所有万物现象的背后的本质。我们也可以说，爱是生命的本质，爱是最好的疗愈的能量，爱也是我们转换我们的痛苦为菩提，摧毁邪恶。爱可以给我们带来致富，带来极乐，帮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爱更是通往自由解脱的致富之路。那么当然，爱有世俗之爱和神圣的爱，这个神圣的无条件的爱在你我他之中。那么我本人包括我们天爱气功学院的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，气功不仅帮助我们康复，有助于改变我们人类的一些习性，拓宽我们的思维，培养慈悲和爱心，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意识。而且很多的学员在通过修炼气功以后呢，他们气足不思食，或者是进入一种自然的茹素状态，而且打开心灵，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幸福感。所以呢，气功的推广在当今时代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，特别是在目前的地球危机四伏，在疫情情况下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生活的品质都受到很大的挑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相信气功会成为我们很好的陪伴。那么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一些视频与大家分享，欢迎订阅。谢谢大家，祝福你们。